大家好，我是露西，欢迎回来。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？钱好像怎么都存不下来，每个月都有收入，也没有特别乱花钱，但账户里的钱就是留不住，甚至一不注意就花光了。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不是我赚的还不够多？但说实话，大多数情况下，问题并不在收入，而是在一些你每天都在重复却没太注意到的金钱坏习惯。这些习惯看起来很正常，甚至也很合理，但时间一长，就会一点点拖垮你的财务状况，让你很难存下钱，更别说变富了。所以今天这期我整理了6个非常常见但很多人都有的变穷习惯，同时也会给你们提供一些合理的财务改善策略。尤其是最后一个非常重要，越早发现，越早改掉，你的财务状况差别真的会很大哦。我们开始吧。第一个很关键的金钱习惯是，总是把存钱放在最后。很多人发工资之后，基本都是这个流程，先交房租、还账单、吃饭、娱乐消遣，听起来好像也没什么问题，对吧？但是等到月底的时候，再看一眼账户，钱已经寥寥无几了。所以问题不一定是你赚的不够，而是顺序错了。更好的理财方法是把顺序反过来，先存钱再花钱。比如你一发工资，就先固定拿出一部分存起来，哪怕是10%也可以。关键是这笔钱要第一时间转走，最好放在一个平时不怎么用也不太方便随便花的账户里，可以是储蓄账号，也可以是投资账号。剩下的钱再用来过你的日常生活，这样才可以确保每个月都在存到足够数额的钱。第二个金钱习惯是为了看起来体面而花钱。刷社交媒体的时候，好像大家都在旅行、买奢侈品，过得特别精致。为了不显得落后，为了融入环境，或者只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还不错，不自觉地开始攀比、跟风，买奢侈品，去做一些原本不在计划里的消费，慢慢的花的钱就超出了自己的实际能力。但问题是，每个人的收入和实际情况都不一样。你看到的那些精致生活，有的人确实是因为收入高、能力强、负担得起，但也有一部分人可能是靠负债在支撑。如果是为了面子或者不想落后而去消费，财务就很容易从这里开始慢慢失控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停下来问自己2个问题：我的收入真的能匹配这些花费吗？我到底是想看起来很有钱，还是想真的有钱？如果只是想看起来很富有，那可能会一直花钱去维持一种体面的感觉，去买别人看得到的东西，去过超出自己能力的生活。短期看起来不错，但压力会越来越大，而且很难存下钱。但如果是想真的有钱，那就应该更在意自己的实际情况，会更理性的做选择。该存钱的时候坚持存钱，也不会因为别人的生活节奏去打乱自己的计划。第3个金钱习惯，缴纳过多的税款。很多人对税这件事是比较模糊的，觉得反正工资发下来已经扣完了，就没什么好管的。但其实税很可能是你一生中最大的一笔支出之一。很多人会觉得税收优惠都是给有钱人的，但其实很多富人使用的规则，我们普通人也可以用，只是有钱人用得更早、更充分。因为富人通常有更多的资产，包括房产、股票、公司等，收入结构更复杂，也更有意识去做规划，甚至有专业的人帮他们，所以他们在税务规划上可以利用的空间就更大。但普通人也可以在一些规则内合理规划税务，长期也能帮我们留下很多钱。那些规则是公开的，但用不用、会不会用是另一回事儿。比如说，大多数上班的人通过公司都会有 401k 这样的计划，你往里面存钱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当下需要缴纳的收入。还有像健康储蓄账户 HSA 也是一种降低应税收入的方法。另外，其实很多人也可以开设像 IRA 这样的个人退休账户，包括传统 IRA 和罗斯 IRA。 这些账户本身都是有一些税收优势的，比如有的是帮你把税往后延，有的是可以让我们未来的收益免税。这些东西在我刚开始接触之前是完全不懂的，
后来是因为我自己花钱专门去学习，再加上我们银行会定期请一些投资理财方面的专家来做内部分享，慢慢了解之后才发现，这些工具其实真的挺有用的，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，都会带来很大差别。当时就有点那种感觉，要是早点知道就好了。所以如果你之前也没了解过，其实也很正常。后面有机会我可以单独做个视频来跟大家详细聊一聊这些内容。但如果你完全不去了解这些，只是被动的接受现状，长期下来其实就是在多花钱，而且这种损失是你很难直观看到的。第4个很常见的金钱习惯是不清楚自己的钱花在哪里。很多人其实说不大清楚自己每个月大概花了多少钱，钱都用在了哪些地方。如果你连自己现在的财务情况都不清楚，其实很难去设定任何目标，你也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调整。但那些财务状况比较好的人，通常都会很清楚自己的情况，他们知道自己有多少资产，有多少负债，也大概知道自己的钱都花在哪里，所以更容易做出调整，也更容易朝自己的目标走。如果你也属于这一类的，那恭喜你有这方面的理财意识。相比那些只是幻想金钱却不知道如何实现的人，他们更有可能赚到更多钱，积累更多财富。如果你想在这方面做些改善，你可以从很简单的一步开始，比如每个月花几分钟看一下自己的钱大概花在哪里。当你开始看清这些支出的时候，你会很快发现，有些钱其实是可以少花的，有些地方是你之前完全没有注意到的。慢慢的，你就会更有意识的去做选择，而不是钱花完了才回头看。如果你做到这些，你会开始存下钱，而不是一直觉得钱不够用。第5个很常见的金钱习惯是习惯用未来的钱。很多人对负债已经变得不敏感了，觉得很正常，但从长期来看，这其实是在一点点透支你的未来，让你的财务越来越被动。比如刷信用卡、分期付款、各种先用后付，这些本身没什么问题，但一旦变成习惯，就很容易让人不知不觉就花多了。不只是这些，其实还包括一些更大的决定，比如有些人会为了买更好的车，选择更高的车贷，或者在还没准备好的情况下，就背上比较重的贷款压力。这些并不是说所有贷款都不好，像房贷、学生贷款，对很多人来说是现实中比较常见，甚至有必要的选择。但问题在于，如果你在没有充分评估自己收入和承受能力的情况下，一次次用以后再还来做决定，那压力其实是在慢慢累积的。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一件1000块钱的东西，如果一次付你就会犹豫，但一看可以分期付，每个月只要付100-200，就很容易就买了。如果有多个分期叠在一起，你每个月固定要还的钱其实会越来越多。慢慢的你会发现，工资还没真正拿到手，就已经被安排好了。那怎么改善呢？可以从几个简单的地方开始，尽量只在你有能力承担的情况下做这些决定，不要让每个月的固定还款压得太紧。没必要的消费尽量避免分期付款，去放大自己的消费能力。第6个很常见的金钱坏习惯是一直拖着不开始投资，总觉得要等更有钱的时候再说。听起来也确实很合理，但问题是，这个等一等很容易就变成一直拖下去。你总会有新的理由，比如说钱不够啊，知识还不太懂啊，现在太忙了，或者说还有别的事情更重要，结果就是一直没开始。但投资这件事最重要的其实不是一开始投多少钱，而是什么时候开始。我们可以参考一个很经典的例子，就是沃伦·巴菲特。很多人认为他之所以这么有钱，是因为他特别会选股票，但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，他开始的非常早，他10几岁就开始投资，而且几十年一直在持续投资和复利增长。他的大部分财富其实是在50岁之后才明显加速的。也就是说，他真正的优势不只是能力，而是时间。当然，像巴菲特这种属于非常少数的例子，我们普通人也不用拿自己去对比。
但我们可以看一个更简单的情况，如果一个人20岁就开始投资，到50岁，哪怕总共只投入相对不算多的钱，也有可能达到一个很可观的规模，这就是复利的威力。但如果拖到30岁才开始，也就是如果晚了10年才开始，那可能就需要付出接近2倍的投入，才能达到类似的效果。所以说，投资这件事儿越早越好，越轻松。而且还有一个很多人会忽略的点，如果你一直把钱放在银行账户里，看起来很安全，但通货膨胀是一直存在的，你的钱其实是在慢慢缩水。那应该怎么开始呢？在第一条里面我们已经聊过了，每个月要固定存钱，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些基础的储蓄存款，确保有6个月的生活缓冲金是一定不能投的，就可以尝试让一小部分钱开始工作，不需要一开始就投入很多，哪怕每个月几十块钱，都比一直不开始要好。关键是先动起来，再慢慢学习和调整。所以与其等自己完全准备好，不如先迈出很小的一步。很多人最后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，早知道早点开始就好了。如果你发现自己有这些不良的理财习惯，其实也不用太苛责自己，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系统的学过这些东西，也很少有人真的从父母那里学到完整的理财观念。很多后来把钱管理的比较好的人，也不是一开始就做对了，而是在不断的学习、尝试、犯错，然后一点点调整，慢慢才建立起更好的习惯。更重要的是，从现在开始有金融意识，去留意我们每天的选择，到底是在让自己更接近财务目标，还是在慢慢偏离。只要开始调整，其实任何时候都不晚。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内容，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如果你有自己的想法或者经历，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聊一聊。谢谢你们的观看，我是露西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